这个男主忒倒霉，开局就嘎。他叫中岛，和隔壁横滨那边的中岛优彦都是一个超能力者，并且还在满是超能力者的学校读书，并且看起来就很好欺负。但其实他的超能力非常强大，只是喜欢低调装弱。这些超能力者被困在一个孤岛上的学校，在毕业前不得离开，也不能和外界联系。他们的训练目的是击败人类的敌人。那一天，班上迎来了2名转学生，第一个是冷脸帅哥，名叫宫世，他仅仅自报了家门，却没透露自己的能力，这让班上的问题学生小胖感到不满。小胖原本打算好好教训他一番，结果被那家伙的眼神吓到了。而第2名转学生则是一个超可爱的萌妹，这个少女叫做娜娜，她具有读心术的能力。老师把她安排到了中岛旁边。下课后，娜娜立刻跑过来询问中岛是否感到不适。小胖听她解释说，其实中岛并没有超能力，但娜娜似乎并不介意。她对中岛显得很感兴趣，不停地缠着他提问。转学生介绍结束后，老师宣布要选班长。问题学生小胖和自大的蓝毛争先恐后参与竞选。中岛本想像往常一样旁观，但擅长读心的娜娜鼓励他要为自己争取一次，鼓励他去试一试。没错，其实中岛一直很想成为领袖，他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影响，被教育要成为保护他人的领导者。带着这种信念，他来到了这个岛，但他满腔热血的宣言却被同学笑了，因为他平常不展示自己的超能力，大家认为他能力太弱，担心一旦表现会留下不好的心理影响。中岛怎么也不肯参与竞选班长，娜娜一直在努力帮他恢复自信，因为中岛是班级中最纯净的人。不知不觉间，中岛也为这个少女感动了。他们一起到悬崖边看海，突然娜娜像失控了似的跳了下去，原本就脆弱的绳子立刻断了。幸运的是，中岛及时抓住了她。同时，另一个转校生宫野正偷看班级的资料。被救上来的娜娜告诉中岛，她感觉好像有人推了她一下，难道有外人潜入学院？那晚他们一起回宿舍，但娜娜不小心触碰了中岛的痛点，激怒了中岛。他一时冲动说了些难听的话，娜娜却没有生气，反而半夜给中岛送回他在食堂落下的手表。中岛感到一丝感动，不过仍然没有参加第2天的竞争。他决定不参加，没想到比赛中途突然开始无差别攻击，娜娜就在被攻击的边缘。中岛急忙跳出来护着她。这时候他的超能力终于显露出来，能让别人的超能力失效。最终大家都同意决定让一心保护他人的中岛当班长，也就是成为了领导者。阿忠和娜娜再次来到昨天的悬崖，并且开诚布公地分享了一些私事。原来中岛从小就在父亲严厉的教育下成长，在他们家里不成为领导者就等于一文不值，所以中岛对父亲的感情很复杂，既尊敬又有些怨恨。那块手表是父亲送的。这几天的相处之后，他真的很感激娜娜，两人之间的气氛也变得有点暧昧。娜娜还抓住了中岛的手，让他试试看能否让他的能力失效。阿忠就让他猜猜自己正在想什么，心里这么想着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但就在下一秒，发生了意外的事。娜娜突然把中岛拉过来，然后把他推下悬崖。中岛措手不及，勉强抓住了那断了的绳子。他抬头一看，娜娜的表情完全变了。他猜出他心里在想为什么他要这么做，然后他告诉了他原因。其实娜娜根本没有读心术，她只是观察入微，通过这些细节完全摸清了中岛的心思，就这样把他骗到这里来杀掉。娜娜也解释了他这么做的理由，外面并没有什么所谓的人类敌人，真正的敌人已经被这所学校圈养起来了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些超能力者，特别是中岛，他未来很可能会成为那些敌人的头头。娜娜就这样看着中岛掉下去，他手机上的界面显示着，预计中岛七雄将导致超过100万人死亡。多年前，最早的超能力者曾经凭借自己的能力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，直到被人类军队制服。时间慢慢过去，人类的观念和国家状况都变了。现在的政府还没有公开承认超能力者的存在，反而把他们集中在所谓的国内训练设施中进行隔离。这些超能力者被要求为了对抗人类之敌的怪物而训练，但政府对他们始终持怀疑态度，因此派出娜娜来暗中处理掉学校里的所谓人类之敌。那些人跟娜娜说，超能力者有多恶劣，多么残忍，以及他们将来可能造成的死伤有多严重。一旦他们开始结党营私，那么人类就会面临末日。经过长时间的灌输，娜娜最终来到这所学校。中岛只是她的第一个目标，她一边融入大家，一边暗中观察每个人的超能力。比如蓝毛虽然没说，但娜娜知道他的能力只能冻结物体，不能冻结人。这时候旁边的小胖跟人吵起来了，娜娜也注意到了这名叫色泽的学生，又是中岛又是色泽，你们这不对劲啊！蓝毛跟娜娜说，他很可能是这所学校里最强的超能力者，他能够让时间暂停。但娜娜心里有些别的疑虑，午饭时故意坐到色泽对面，故意打翻了水杯，进行了一个小测试。本已倒下的水杯竟然又回到了色泽手里，果不其然，他的能力不是暂停时间，而是能够回溯过去。不过看起来使用这个能力很费力，色泽开始喘息粗重。他坦白了自己的超能力给娜娜，确实能够回到过去，然后激动地邀请她一起来拯救世界，纠正过去的错误。娜娜心里默默地吐槽，有了这种能力，连基本的价值观都变了。
接着他开始担忧，如果对方回到了过去，看到他杀害中岛的情景该怎么办？他还没来得及深入思考，宫野就走了过来，提到今天中岛没来上课，老师说他请了假，但宫野不信那一套，他特地去了中岛的宿舍看，却一个人都没有找到。这2天，娜娜跟中岛关系最近，他就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，一边说一边摆弄娜娜的马尾。娜娜不敢有任何大动作，害怕他正在用某种能力试探她，于是把责任推给了所谓的人类之敌，同时暗示宫野有点奇怪，但他跟中岛没什么关系，为什么他会这么关心色泽？也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。宫野只留下一句我只想交朋友，然后就转身离开了。但宫野对中岛的关心提醒了色泽，他赶到色泽宿舍门口启动能力，确认了中岛昨晚真的没回宿舍，他只能返回同一地点，并且只能回到最多24小时前。娜娜一边担心一边带他回到昨日的悬崖，幸好色泽没看到娜娜推中岛下去的那刻，只见到了2人握手的场景。那时的娜娜感觉到了他的存在，并且这个娜娜的记忆也被修改了，她是在色泽离开后才行动的。色泽对娜娜的疑虑也消除了，可娜娜不打算让这危险的超能力继续存在。当晚，他再次找到色泽，告诉他自己亲眼看到中岛遭到人类之敌的袭击。接着，他带他到小树林，希望色泽能改变历史，将中岛救回，并解释之前没说是因为他对色泽也抱有疑虑。色泽怀着正义感，未对娜娜的话表示怀疑。结果他没想到，这就一去不复返了。他们的目的地是上课时的范围，蓝毛把池塘冻成了冰，娜娜就悄悄用土覆盖了被冰封的池塘。等色泽站在这里回到24小时前，那时的池塘并未被冻住。他不懂游泳，只能溺水，即使撤销能力没有完全回溯，现在池塘也是冰封状态，他更是无法逃出。就这样残忍地溺死在池塘中，而娜娜则无动于衷地回到了宿舍，路上还无意间与宫野擦肩而过。那晚，宫野自己一个人跳下了悬崖，第2天全身湿透地出现在教室，头上还挂着一片叶子。娜娜直觉这家伙可能会搅局，于是悄悄跟着宫野，发现宫野其实外冷内热，还偷偷去旧木屋喂小猫。娜娜决定主动接触他，没想到对方竟然直接邀请她去他宿舍。娜娜一进门吓了一跳，没想到那个严肃的家伙私底下竟然是个宅男。2人也没废话，坐下就打趣游戏。聊天中，娜娜越来越觉得宫野不寻常，他似乎有点脱离现实，还意外的可爱。明明长着一张冷漠的脸，偶尔却会说出一些天真的情话，做事也颇为随性。他还说很羡慕娜娜，刚来就交了这么多朋友。接着他分享，其实是为了妹妹才来这个岛。宫野的妹妹也有超能力，被叫到这岛上之后就杳无音讯。中岛失踪，老师的反应也很怪，他感觉这个岛藏着秘密，把超能力者集中起来，说是训练他们对抗人类的敌人。但那训练根本像小孩子玩游戏一样，这些真的能打败所谓的怪物吗？离开宫野的房间后，娜娜终于松了一口气。结果刚走没几步，宫野就叫住了她，并展示了他手里的手表，那明显就是中岛以前丢的那只。宫野带着娜娜来到悬崖边，问她中岛失踪那天她在做什么。娜娜说的话半真半假，她对宫野说，那天她确实和中岛来过这儿，但是6点以后就各走各的了，所以她也不清楚后来发生了啥。然后试图把责任推给所谓的人类之敌。宫野接着他的话茬，假设真有这个人类之敌，那就请人气王娜娜把这事儿告诉所有人。娜娜说没问题，但作为朋友，她希望宫野告诉她的超能力是啥。宫野脸上毫无表情，你不是会读心吗？那你试试看呀。娜娜其实根本没有超能力，只好含糊其辞地搪塞过去。她从上头得到的学生档案只说宫野的超能力和他的体能有关，但那会儿人告诉娜娜，这资料只能当参考，超能力可以根据使用者的素质提升甚至改变。但宫野能从那种地方捞出手表，至少说明他体格相当不错。用超能力通常都有代价，比如色泽，回到过去就得耗费大量体力。第2天，娜娜和宫野一起去了岛上，把混入人类之敌的事告诉了老师。可老师的反应一点也不担心，敷衍了过去，只说他会马上联系上级。宫野意识到现在只能依靠自己的娜娜。出了办公室之后，他突然不经意地提起说岛上的猫不知道怎么样了，说完就快活地走开了。宫野目送他离去，心里开始起了疑，他和中岛不是关系很好吗？为什么知道中岛出事后一点也不伤心？但他还是像平常一样拿着牛奶进了那座废弃的小木屋，又开始把牛奶倒进锅里热起来。没想到这是娜娜设的圈套。根据屋里的几个小细节和宫野的一些动作，他判断这个人的嗅觉不太灵敏，所以肯定闻不到屋子里弥漫的瓦斯味。果不其然，宫野什么都不知道就打开了煤气。接着小屋立刻发生了瓦斯爆炸，猫从娜娜怀里逃了出来，娜娜也赶紧跑到小屋前，看到宫野竟然从火中爬出来，正要呼救却被宫野拉住了。宫野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到这儿，怎么知道我在里面，为什么突然提起猫，还有明明可以读心，为什么不知道我是不老不死的。这次娜娜真的吓到了，她真没想到对方的超能力竟然这么不可思议。但宫野身上迅速愈合的伤口告诉他这是真的。很明显，宫野已经开始怀疑娜娜了，但他现在手上没证据，不能跟娜娜翻脸，
只跟娜娜说自己鼻子不好是先天的，不是什么能力的副作用，心里默念的才是真正的代价，用这招来暗示会读心的朋友。娜娜内心虽然吃惊，脸上却没什么表情，竟还笑了出来，说她已经知道了。因为中岛一直没露面，蓝猫他们就提出要选新领袖。这时几个吵闹的女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名叫小满的女生收到了一封情书，她的2个朋友在旁边开玩笑。突然小满看到娜娜腿上的伤，就过去开始舔，她的超能力可以治愈被舔的伤口，伤口很快就能恢复。果然那伤口已经不见了，这个能力的代价是缩短小满的寿命。娜娜本以为小满会是个好人，没想到小满将来会杀掉15万人，娜娜就不再手软，决定把他作为下一个目标，还把那封情书告诉小满是他朋友捉弄他的，这样做是为了赢得小满的信任。但宫野已经注意到他了，大晚上的不睡觉，大大方方坐在门口。娜娜没办法，只能从窗户逃走，可还是被宫野发现了。他一看到娜娜的身影就追了上去，突然听到小满的房间传出一声尖叫，宫野马上冲过去，一边跑一边琢磨娜娜身上的可疑点。推门一看，却见娜娜倒在地上，后腰那里有个很深的伤口，血液流了一地。小满马上趴下，开始帮她舔伤口。娜娜说自己是在房间睡觉时听到窗外有敌人声音，就跳窗追了出去，发现敌人的目标是小满，于是赶紧过来告诉他。小满也说娜娜刚要开口就被敌人从背后袭击，两人都没看清敌人的样子，可能是那种能隐身的类型。其实这都是娜娜自己搞的，她想制造混乱，让全班都知道有敌人混进来了，这样就能成为班级的领袖。但宫野直觉觉得不对劲，第2天一大早就去质问娜娜，明明知道她在门口，为什么不叫她一起行动？还有，如果真是隐身敌人，为什么敌人一见到她就跑了？按照老师说的火系敌人的能力，完全有可能把他们3个一次性搞定，这不是不可能的事。他怀疑根本没有什么敌人，而是娜娜在自导自演。反正有小满在旁边做后援，他肯定没事，但他没有证据，大家也不太可能信他。突然有同学提出中岛不在了，大家决定选个新领袖，然后大家一致同意选人缘最好的娜娜。当上领袖后，娜娜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小满搜集大家的超能力信息。宫野依然对娜娜心存疑虑，他仔细观察了一下那个伤口，看起来像是被锋利的器具划伤的，可能是钉子或者螺丝刀这类小工具，这种东西可以轻易藏在衣服里。娜娜也意识到了这点，于是打算以后换个杀人的手法，不能总留下这种人为的痕迹。她打算尝试用更像魔法的方法来杀人。现在最苦恼的是宫野，他几乎把一切都推理清楚了，但就是没有直接证据，他还摸不清娜娜的杀人动机，所以还没法下定论。这晚，娜娜在小木屋里调配毒药，结果被一个金发同学拦下。金发同学拿出一张照片，照片里的娜娜正试图勒死他，地点是学校的体育馆，手表显示时间是晚上10点。金发同学的超能力是能用相机拍到未来的场景，为了证明自己能力的真实性，他半夜把娜娜带到食堂，又展示给娜娜一张新照片，照片是娜娜头上被荞麦面盖住的场景。就在这时，食堂的大妈端来了一碗荞麦面，娜娜本能的想要改变未来，她对大妈说不要这个，换别的。大妈就拿着荞麦面转身要走，突然脚下一滑，荞麦面飞了出去，正好落在娜娜的头上。金发同学想让娜娜明白，照片里的未来是绝对改变不了的，边说边又掏出了一张照片，照片是娜娜把中岛推下悬崖的场景。谁能想到，平时最不起眼的同学竟然是隐藏的最深的。不过这个金发并没有把照片公开，他居然想用照片来威胁娜娜做他女朋友。班长，你肯定不希望这照片被大家看见吧？好家伙，你小子不愧是黄毛啊！把柄被拿捏住，娜娜就这样被金发摆布，金发也就随他去了。毕竟他试过了，未来是改变不了的，也就是说他还是会被娜娜勒住脖子，但照片上只是显示被勒住的瞬间，之后会发生什么没人知道，是不是金发反击，还是娜娜真的勒死了他。娜娜也很好奇，那晚趁他睡着，偷偷用他的手指按下快门，拍了5张照片。看到最后一张时，他露出了震惊的表情，心里只感觉不妙，开始反思：命运真的无法改变吗？第2天早上，金发醒来，从那张勒脖子的照片上的月亮能看出，照片中的事件很可能今晚就会发生。金发看到床上的4张照片，并不惊讶，反倒是告诉娜娜，他的能力是每天晚上能拍出5张预知未来的照片。那剩下的1张在哪儿呢？他伸手到娜娜怀里，拿出来一看就明白了，娜娜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？这真是太刺激了！照片里的娜娜被捆绑得严严实实，衣服也凌乱不堪，看起来这场斗争最终还是黄毛占了上风。娜娜一脸无辜地说，她根本无意伤害黄毛，还希望黄毛能和她一起试着改变未来。可惜黄毛完全不买账，反正到了10点自然明了。现在时间尚早，黄毛放心地去洗澡了。娜娜原本打算趁机下毒，却突然听到走廊有其他同学的声音，她便收回了毒针，转而调了调黄毛的手表，然后告诉黄毛她也要去洗个澡。
并在将近10点时在体育室埋伏，正要拿出毒针，不料手一滑，毒针飞了出去。恰巧此时黄毛推门而入，他坚信自己在10点前不会遭遇攻击，但娜娜已经把他的手表拨慢了10分钟，此刻正是10点。娜娜突然出现在黄毛后面，一把勒住了他的脖子。没想到黄毛早有防备，立刻反击，把娜娜摁倒在地，示意他看看自己的夜光手表。他早就察觉到手表被调慢，所以早就把时间调正了。娜娜的举动证实了他真的对黄毛存有杀意。既然这样，他也不会手软。边说边向娜娜伸出了手。娜娜看起来一点也不慌张。在刚才的争执中，之前掉落的毒针盒正好在他手边，他趁机给黄毛一针。果然，黄毛的体力开始迅速下降。原来那张照片仅是娜娜的自拍。他知道黄毛坚信未来不可改变，就用对自己不利的自拍来让他放下戒心。从屋子里走出来，真正关键的第5张照片是这一幕正好被宫野和小满目睹。这时黄毛已经昏迷不醒，娜娜没有多解释，只是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让小满赶紧救救黄毛，同时在思考如何面对宫野的质疑。他已准备好应对黄毛和那些被宫野找到的照片，结果宫野拿出的是他的那张自拍，这简直是天助我也。娜娜立刻声称是被黄毛胁迫的，那人还只有他的洗澡照，威胁说如果不听话就把照片发给全班，刚才还逼他。但黄毛的死并非他所为，还向宫野解释他感觉到有非人类的气息，又一次把责任推到了怪物身上。随后娜娜留下一句明天会向同学们说明，然后离开了体育室，马上返回黄毛的房间取回那些照片。正把照片放进包里时，宫野推门而入，宫野手里拿的正是娜娜的自拍照。他直觉这张照片有问题。黄毛平时总是夸耀说未来是注定的，不可更改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出事的应该是娜娜，为什么最终死的是黄毛呢？难道这张照片不是黄毛拍的吗？何况如果是勒死的，一般1圈绳子就够了，但这张照片上身上却绕了2圈。不得不说，宫野就像是拿着剧本一样，可惜每次来晚了就是找不到证据。娜娜回到房间，发现少了1张照片，她立刻觉得不妙，赶紧回到体育室。小满还在努力抢救已经无救的黄毛，感觉手下的触感很奇怪，掀开衣服一看，发现了1张照片，照片上是娜娜推中岛的场景。娜娜已经准备好对付小满了，完全没想到小满天真的递给她照片。她问这是怎么回事，娜娜随口编了个理由，说黄毛来到岛上后就不怎么用功，可能是超能力退化了。他之前已经洞察过黄毛的内心，知道黄毛的能力已经不行了，只不过是把梦境变成照片罢了，又觉得不好意思把超能力退化的事情告诉别人。没想到单纯的小满竟然还真的信了他的鬼话，还承诺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别人。之后大家都参加了黄毛的葬礼，宫野又开始带领大家了。他告诉大家黄毛的死很蹊跷，所以他想在火化前申请对尸体进行解剖。娜娜表示不同意，让宫野和他出去单独谈谈，又开始展示他那一套高超的忽悠技巧。他对宫野说，其实他早就知道他是长生不老的了，但如果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真有凶手，为什么要去攻击一个不老不死的宫野呢？听了这话，宫野沉默了一会儿，对娜娜的怀疑也开始动摇了。他又回到了葬礼现场，坚持要解剖尸体。他手刚碰到棺材，黄毛突然把棺材盖掀开了。原来班里有个持有死灵术的同学，这个真丝能操控尸体，只需将尸体变成僵尸，就能换回尸体的记忆。想知道啥，直接问就是了。这次娜娜真的开始慌了，赶紧撒谎说她刚才似乎听到黄毛的心声了，说黄毛很痛苦。虽然宫野坚持解剖，但把完好的尸体变成僵尸实在太过分了。同学们听了娜娜的话也心软了，于是就不再追究。葬礼结束后，真丝就消失了。她的青梅竹马幽香跟娜娜说，真丝平时不怎么来上课，白天都在寝室里睡，这让娜娜都没机会下手。直到她晚上偷偷跟踪幽香，竟然发现他们半夜里幽会，正想采取行动，宫野又出现了。娜娜都快被这个白毛烦死了，只好跟着他们一起走。真丝似乎不想跟他们多交流，于是一个人离开了。宫野在挥手时注意到他手上的伤疤，幽香解释那是烧伤留下的痕迹。5年前他们一起去电影院的时候，突然发生了火灾，真丝为了让其他人先逃，自己受了伤。关键时刻，幽香突然爆发出怪力，一拳打开了安全出口的门，然后把真丝抱出了火场，还说真丝是个好人，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他平时看起来有点阴沉就不喜欢他。娜娜倒是没讨厌他，只是想赶紧干掉这个人。白天找借口说不舒服去了保健室休息，然后偷偷溜走，去了几乎没人的男生宿舍。果不其然，真丝在睡觉，娜娜毫不犹豫地把毒针扎进他的脖子，同时安慰他说，别担心，你的女朋友很快也会跟你一起走。结果回去的路上，突然看到一只被困在下水道的小猫，他知道他应该赶快回保健室，但还是忍不住去看了看那只猫。果然回到保健室时，宫野他们已经到了，他只好在外面敲窗户，把人带到了下水道口，请幽香用怪力破坏水泥盖，救出了小猫。但是幽香对猫毛过敏，不能靠近。宫野用猫罐头引诱小猫自己跳出来，这让他更加疑惑了，愿意救助流浪猫的人真的会是个杀人犯吗？但那天晚上，娜娜还是去杀幽香了。
可惜又一次发生了他没预料到的事，真正的死灵术士其实是幽香，而真丝本来就只是一具尸体。幽香早就知道他会来杀自己，让真正有怪力的真丝抓住娜娜，一边观察那颗毒针，一边缓缓回忆起5年前和真丝的约会。其实他并没有在火灾中救出真丝，而娜娜的目光一直锁定在床底下的那条项链上。幽香虽然有点病态，但他还是分得清对错。他打算把娜娜攻击他和真丝的事情告诉所有人，并怀疑中岛和黄毛的事也和他有关。但娜娜接下来的话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居然用幽香利用死者这事儿来威胁他。同学们到底会信任那个善良可爱的班长，还是每晚都和男朋友的尸体纠缠的疯狂死灵术士呢？显然，娜娜并没有把幽香逼得太急。她提出一个交易，只要幽香保持沉默，她就能用超能力告诉她真丝的心里话。结果，娜娜一转身就逃了。真丝提醒幽香，因为死灵术士能利用尸体生前的超能力。娜娜原本打算用森林来藏身，但她没想到森林里竟然是满是尸体，而这些尸体都被幽香控制了。她只好逃进一座废弃的小木屋，然后把门反锁，坚决不让幽香和真丝进来。就这样坚持到了天亮。天一亮，尸体就无法动弹了。娜娜只好带着真丝暂时撤退，并在外面上了门栓。娜娜今天没来上课，这引起了宫野的注意。他也不清楚娜娜去了哪里。当晚，幽香带着尸体们又冲向小木屋，但里面已经没人了。他就指挥所有尸体到处搜寻，结果怎么也找不到。天亮时，只好带着真丝回去。没想到路上遭到娜娜埋伏。娜娜早就知道控制尸体得用戒指，而真丝的戒指就藏在那试卷碎片里。她用那碎片威胁了幽香，把她带到海边。至于娜娜怎么从小木屋逃出来，显然是她事先准备好的。在幽香和尸体们赶到前，她已经把门锁的螺丝拧松了。等幽香他们一离开，轻轻一推门，锁就掉落了。果不其然，幽香发现他不在，就开始在山里疯狂搜寻，累得精疲力尽，并确认了尸体白天不能动的事实，这才敢露面。幽香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逃，急忙跪下求饶，乖乖地把毒针盒交给了娜娜。但娜娜并没有意图放他一马，把那碎纸扔进海里，指出了幽香之前说的关于和真丝约会的时间错误。其实真丝约会的并不是他，而是另一个女孩，她只是疯狂嫉妒那个女孩，不过是个可怜又可恶的跟踪狂。那个碎片其实是他从垃圾桶里捡的，为了彻底得到真丝，他甚至不惜纵火杀人。娜娜听着幽香的疯狂自白，毫不犹豫地将毒针扎进去了，手里还拿着幽香留下的东西。这时娜娜开始怀疑岛上的种种异常，让她感到困惑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腐烂的尸体？到底之前发生了什么？但她很快抑制了自己的疑问。回城中偶遇了同学雨生，雨生能把唾液变毒，但得定期捕捉蛇或是壁虎、青蛙来生吃。她最近和惠顺仪的闺蜜阿勋闹翻了，娜娜套出了不少话，然后给这辣妹来了一剂毒针，临死前还弄到了她的手机密码，打算连阿勋一起干掉。处理完山上的事情，他又去了阿勋的房间，随后找宫野去说明了一切，带着他们一行人到了海边，边走边编了个故事，说幽香为了独占真丝杀了他，结果被娜娜撞见，娜娜想曝光他，反被追杀，但娜娜在告诉他真丝灵魂还在想他的时候，他原谅了娜娜，突然醒悟，从悬崖跳下，说要去天上找真丝，还让娜娜帮他向大家道歉。听众都目瞪口呆。娜娜让小胖用超能力火化真丝，说他还能听到那悲鸣。宫野同意了，小胖立刻行动，顺手也把其他尸体一并焚烧。宫野异常的没有去深究尸体的事，而是一直注视着娜娜，决心始终保持她在自己视线内。事情处理完后，娜娜还特别请求大家保守幽香的秘密，宫野也同意了。现在说出去只会让班级更乱。但突然他指向娜娜，让大家思考。中岛消失那会儿，黄毛和幽香出事那时，为什么他总是神出鬼没的？不过紧接着楼上突然传来一声惊叫，打断了他们的讨论。大家立马冲向宿舍，一个女生战战兢兢指着阿勋的尸体，阿勋已经变成了尸体，眼珠子都凸了出来，还保持着戴隐形眼镜的姿势。宫野让娜娜留在自己视线范围内，让其他人去处理混乱。等小满拿来医疗包后，才开始检查。他直接将隐形眼镜液倒进了口中，痛苦持续了一会儿后恢复了正常。这表明阿勋是在戴隐形眼镜时被毒害的。那么谁把毒液滴进了眼药水里呢？宫野依旧怀疑娜娜。娜娜随即解释，雨生和阿勋最近似乎有争执，雨生恰好能将唾液变为毒液，但大家找遍了也没见到雨生。宫野猜测雨生可能已遇害，继续逼问娜娜，让她证明这是她第一次进这房间，因为之前他注意到娜娜对这个房间似乎很熟悉，甚至知道窗户坏了。娜娜反应迅速，解释说之前来找过阿勋，这样就蒙混过关。就在这时，小满开口让宫野别再怀疑娜娜了，真凶其实是雨生。他刚才用阿勋的手指解锁了手机，发现雨生下午3点发了条消息给他，可下午3点娜娜和大家在一起，根本就没可能发短信。没想到宫野一本正经地告诉大家，真凶其实是娜娜，还把过程都讲了一遍。娜娜早上在森林遇到了雨生，然后杀了他，
把尸体藏在其他尸体中，让小胖一起烧掉。拿着雨生的手机，事先编辑好消息藏在口袋里，趁和宫野一块的时候偷偷按发送。但宫野一直在盯着他，他根本没机会碰手机，所以按理说雨生的手机应该在娜娜身上。他一边说一边上前搜身，但意外的是娜娜身上什么也没找到。宫野尴尬极了，按他的推理应该是对的，但没有证据，推理也只是空谈。娜娜庆幸自己留了一手，宫野几乎都推对了，唯独错在发消息的细节。他没把手机带在身上，而是选了个阳光直射的地方，把尸体的手指放在发送键上，等尸浆被太阳晒化，消息就自动发出了。这招风险太大，一方面可能被认为是误触，另一方面，如果宫野当时仔细搜查，很可能就发现了这个状况。幸好娜娜赌对了，宫野为了监视他，放弃了彻查现场，最后洗清了嫌疑。娜娜又开始摆出好人面孔，声称自己能听到雨生的灵魂在说话，说她要向阿勋和大家道个歉。这话就暗示着雨生是杀了阿勋的凶手，还因为自责选择了自杀。事情就这么定了。宫野和娜娜握手言和。最近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娜娜决定丢掉毒药，以防被查出来。一晚上她在巡夜，没想到小满突然跑来陪她，说不想让娜娜那么辛苦。娜娜真的觉得小满是个好人，不知不觉就放松了警戒。这时候小满突然问他是不是能听见别人的心声？那为什么直到现在都没发现呢？边说边用小刀抵在娜娜脖子上。小满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，追问娜娜她的能力到底是什么。娜娜像平时一样敷衍过去。第二天，小满一直拿这个礼物让娜娜当着同学们的面猜里面是什么。娜娜当然猜不出来，直到放学才开始猜，结果不出所料的猜错了，理由是最近太累了，还有周围同事的心声太吵，大家都被她的话蒙混过去了。但娜娜心里明白，面前这个人不是真正小满，他对自己的称呼都不一样，而且手上的伤口一直没好，本来只需要稍微舔一下就好。于是小满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是一个娜娜从未见过的男人。这个男人自称是他们的学长，随后把娜娜带到了一个山洞。娜娜推测这个人和那些学长是一伙的，学长没有否认这一点，还坦白自己有时会变成一只猫来监视一切，因此他知道那些人都是娜娜杀的。5年前，这座岛上是学长们班级的训练地，但有一天，这些超能力者突然开始了相互残杀，整个岛沦为了战场。学长本想逃离这座岛，结果听到了岸边冰冷的枪声，最后学长成了唯一的幸存者。在最后一位同伴死后，他用自己的能力返回了内陆，但家人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，似乎外界的某些人也不希望他活着。学长只好再次回到这里。后来国家开始招募超能力者，他意识到这背后可能有政府的影响，于是决定不能坐视不管。直到发现了娜娜这个杀手，他不清楚娜娜杀人的原因，边说边无所谓地喝了口咖啡，但下一刻却痛苦地倒下了。娜娜不知何时已经下了毒，毒死了学长后，娜娜掏出手机，准备向上级汇报此事，但变身成宫野的学长突然站起来。没错，他能够幻化成别人，因此他也拥有不老不死的能力，所以毒药对他无效。学长夺过娜娜的手机，询问他要给谁打电话。看到手机上显示的预计杀害人数，他已经猜到娜娜是政府派来的，成功阻止了娜娜的逃跑。他开始询问娜娜的家庭情况，试图采取更加温和的策略。原来娜娜的爸妈是被超能力者害死的，她还有个大哥，但大哥早就离家出走了，音信全无。学长并没有对娜娜怎么样，反倒是让她回去了，在她昏倒前提了一句要小心，杀手不止你一个。这个班级也可能变得像5年前那样。当她再次睁开眼睛，娜娜发现自己在自己的宿舍里，真正的小满在那儿守着她。娜娜对小满说，自己的父母是被人类的敌人杀害的，这也是她如此努力去搜寻和监视人类敌人的原因。小满听了感到很内疚，哭了起来，觉得自己触碰了娜娜的痛处。其实娜娜并没有把所有事都告诉小满，当时她是因为想玩，晚上从窗户溜出去买漫画，结果忘记关窗了。那个凶手就是从窗户进来杀害了她的父母。从那以后，娜娜一直深陷自责之中，一直认为是自己害死了父母。小满知道了这些后，更加关心娜娜，晚上还跑来跟她聊天，差点碰见学长，幸亏学长及时变成了猫。小满和娜娜聊了一整夜。第二天，娜娜在桌子旁醒来，看到小满坐在床上发呆。突然，宫野推门进来，叫他们跟着他走。班里又有人死了。这次娜娜真的慌了，因为她压根儿没动手，班里竟然多了个新的凶手。难道是5年前的悲剧再次上演？死者名叫小肥，他就住在那个爱惹事的小胖子隔壁。但小胖说他什么声音都没听到，他当时和其他3个男生在一起。宫野让这3个男生展示了各自的特异功能。第一个男生能变声，第2个黄毛能灵魂出窍，第3个小卷毛能把身体变成死铁。发现尸体的是小肥的女友疯子，她的超能力是用空气攻击，他还到外面演示了一下，连宫野那么强壮的身体都被疯子的风吹得血肉模糊，直接被吹飞了。据他讲，这个能力在通风不良的室内难以发挥，只有在通风的地方效果更好。小肥就死在敞开的窗户旁，现场一片狼藉，看起来他是想从窗户逃跑的。
这时候周也被老师叫走了，娜娜带着小满去房间里找线索。小满从早上开始就心神不宁，吃饭时还问娜娜打败敌人后想做什么，然后请她来自己的城市，说自家有很多便宜的房子出租，当然更希望娜娜能直接住他家，他爸妈都很和蔼，肯定会喜欢娜娜。没想到娜娜突然脸色一变，你不是刚知道我父母被杀的吗？说完这些就放下碗筷走了。回房间思考小满到底怎么了，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，是人送来她洗好的衣服。娜娜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，这衣服是小满帮她送去洗的，衣服口袋里还藏着她未处理的毒药。看起来小满并没有把这事儿告诉宫野，现在他手中握有了把柄，他在考虑是否在揭露真相前再干些桩。但宫野叫他一起去询问疯子，疯子那晚在12点和朋友在一起，他提到小肥最近似乎在减肥，通常晚上11点前就睡了。宫野怀疑疯子是凶手，因为他之前听说小肥得罪了疯子，他甚至在学校里追杀过小肥，结果小肥最后从疲惫的疯子口袋里溜出来，他的能力是变小，甚至能缩到钻进毛孔的大小。如果他注意到攻击者，他应该能立刻使用这个能力，除非他没对攻击者有所防备。尸体是喉咙被一刀割断的，现场一团糟，看起来很可能是疯子干的。宫野决定去调查一下，娜娜这才去了小满的房间。小满正在洗澡，他没找到毒药。娜娜是个性格开朗的同学，很容易让人把她当好朋友。他只看到了桌子上的日记，里面全是对娜娜的各种溢美之词。这时学长出现，手里拿着毒药，他把毒药还给小满，接着提醒娜娜，你没觉得小满洗澡时间太长了吗？娜娜一推门看见小满还在呼吸，但如果不管他肯定会有危险。其实他本来是来行凶的，但还是不忍心把小满放回床上，然后就问老师医生在哪。碰巧医生不在，没办法，娜娜只好去找宫野要药，接着又跑食堂去拿水和食盐，自己调了一些生理盐水。因为小满看起来已经有脱水症状了，可是食堂没人开门，他只好砸窗户自己进去拿。正巧宫野带着仪器过来了，检查之后还是觉得去医务室看看更靠谱，同时也注意到房间乱七八糟的，像是有人在找什么东西似的。幸好小满稍渐渐退了。这时候疯子过来问小满怎么样了，让娜娜先休息会儿，说自己来照顾就好。这一幕让娜娜起了疑心，如果小满和小肥的事情有关，疯子可能会为了封口而对小满下手，说不定小满的事故也是他搞的。这么一来，娜娜更不能离开小满了。尽管娜娜有一堆事要处理，她还是决定留下。请来的小满告诉娜娜，小三花带着另一只受伤的猫咪来找她，她就把那只猫咪救了，然后觉得全身冰冷就去洗澡了，可能是最近用能力太频繁的副作用。娜娜心里埋怨这跟案件没关系，觉得自己白白浪费时间。但看到小满想要去舔她手上的小伤口时，她大发雷霆，怒斥这种小伤不用治也没事，你不知道用能力会缩短你的寿命吗？小满被吼得有点懵，但他明白娜娜是为了他好。娜娜确认小满没有察觉到她的秘密，两人开诚布公地谈了，最终和好如初。在另一方面，学长正警告一个披着斗篷的人不要再去伤害那些动物，而那些在岛外操纵娜娜的人正在商量是否要去观察。一个男人坚持要去看看，毕竟娜娜算是我的亲人。宫野依旧在调查小肥的事情，到处询问同学关于小肥的看法。娜娜看到小满好了一些，打算去处理疯子，然后伪装成自杀的情景，但小满希望他留下陪伴，他便留了下来。小满跟娜娜分享了自己过去的一位朋友，是那位朋友让小满开始帮助人治疗，可惜那位朋友因病去世，因为小满只能治愈外伤，但这也让小满变得更坚强。讲完这段往事后，娜娜走出房间，望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她第一次对自认为的正义感到怀疑，正沉浸在童年回忆中。这时小满突然又来找她。以前娜娜曾说过，她的父母在一次早晨走出客厅后，发现家里空无一人，问娜娜当时是否踩到了什么。娜娜虽然一头雾水，但她还是回答了。她和小满刚在房间里玩游戏，地上到处都是散落的棋子，如果那时她也在玩游戏，到了半夜肯定会踩到棋子，没有踩到棋子，说明是父母半夜把他们收拾干净了，顺便把窗户也关了，因此她并非害死了自己的父母，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凶手。这都是小满这几天绞尽脑汁想出来的细节，也是因为这个他一直心神不宁。娜娜因此完全向小满敞开了心扉，她甚至想给小满送份礼物。正在挑选礼物时，宫野找到了他。这几天的调查让宫野找到了新线索，最近国内好像有很多虐待动物的事件，如果不尽快抓到凶手，谁知道下一个受害者会是谁？宫野忙于追查凶手，娜娜和小满在一起其乐融融。晚上学长又来了，他告诉娜娜刚刚看到小满，说有人把他叫到海边的小屋了。娜娜感到事情不妙，她立刻追了出去，叫做小满的很可能是杀手。而小满正赶往那里的时候，突然接到了上司的电话，电话里提醒他别忘了对抗人类敌人的任务。这通电话让娜娜突然清醒，是的，她的目标就是追捕这些人类的敌人，朋友算什么？虽然他这么说，但最终他还是在关键时刻挡在了小满面前，帮小满挡下了杀手的攻击。真正的杀手其实就是隔壁的黄毛小哥，他能灵魂出窍行凶，因此有不在场证明。现在他把刀指向了娜娜，而小满却无法阻止。他想去救娜娜，娜娜却冲他冷言冷语，
说他只把它当作听话的小狗。果不其然，小满气呼呼地跑了。同时，宫野发现了黄毛的真身，差点把人给掐死，灵魂只好勉强回归身体。原来娜娜出发前已经告诉宫野，她怀疑的是黄毛。他们各自采取行动，娜娜去营救小满，宫野留在宿舍寻找本体。但现在娜娜伤势严重，自己也回不去了。她第一次有了朋友，难道就这样完了吗？在意识渐渐模糊前，她再一次看到小满，但没想到小满用自己所有剩余的寿命把娜娜救了回来。她刚交到的朋友，眼下朋友为了救她就没了性命，也不知道娜娜是否会因为小满的牺牲发生改变。